来自至东国的鱼人众正在搅动整个提瓦特大陆的局势。女士罗莎琳·克鲁兹西卡·若尔法特便是其中的核心力量。11位执行官第8席，在鱼人众这个充斥着阴谋诡计的组织里，女士以她不为人知的手段脱颖而出。她十分擅长谋略，善于蛊惑人心，先后搅动了蒙德、黎越、道期3个国度。你在瑟瑟发抖吗？是因为这极寒，还是恐惧呢？身为鱼人众的执行官，女士的实力自然也不容小觑。在通常情况下，女士是一名冰元素法师，受其固有天赋4的影响，只要该状态下的女士存在于场上，她就会持续向四周散发出逼人的寒气，就像是置身于雪山一般。寒气会逐渐使场上的敌人陷入严寒状态，当寒冷值积攒满后，便会持续扣除敌人的生命值，即便是护盾也无法阻挡这种伤害。在场地的四周会有4朵炎之星伴生女士而存在，也许这也算是女士对敌人的一点怜悯吧。待在炎之星的周围，敌人可以逐渐消除严寒状态，敌人也可以通过攻击来打碎炎之星，来达到完全消除严寒状态的目的。女士的攻击招式变化多端，一共有5种普通攻击方式：迅捷的冰刺、诡谲的冰花、自动锁敌的冰锥、从天而降的冰枪以及漫天的飞雪。冰刺攻击分为2段伤害，女士会先在身前发射出1排冰刺攻击敌人，随后会在脚底生成一个可以拐弯的地刺，沿途攻击所有的敌人。女士会在地面创造3朵冰花，冰花会在一定时间延迟之后逐个爆炸，并会改变地形，生成冰场。敌人若是踏上这片地形，则会被附上冰元素，受到持续的冻伤，并且会被减速，同时也会加速寒冷值的积累。该地形会随时间逐渐消散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击碎炎之星来快速的将部分场地进行复原。冰锥攻击共计5段，女士会在自身周围创造出5个蓄势待发的冰锥，逐个攻击敌人。冰锥在发射后的一定时间内会自动追踪敌人，但若长时间未命中目标，锁敌效果则会消失。冰枪攻击存在多段伤害，女士会创造出一柄冰枪悬浮在空中，并在一定时间后朝敌人的所在位置落下，造成大量伤害。随后冰枪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爆炸，造成2次攻击，该次爆炸也会改变地形。女士会在地面上做好雪花标记，在短暂的延迟之后，漫天飞雪会凝结成冰箭迅速落下，造成一次大范围攻击，并改变受到攻击的区域的地形。若是敌人距离女士较远，女士则会将自己化作冰晶，迅速移动到敌人的面前，并造成一次范围伤害。元素爆发会在敌人头上凝结6把冰箭，这6把冰箭会一直跟随敌人，直到落下的那一刹那。若不注意闪避时机，任何敌人都将会变成这镜像。女士进入残血状态后，将会触发固有天赋5的效果。女士会用冰雪将自己全身包裹起来，变成一个茧。在该状态下的女士会自动攻击敌人，攻击方式与1阶段时如出一辙，但招式会更强，攻击频率也会变得更高。变成茧的女士会不断吸引火蝴蝶的到来，这亦是一种信号，预示着女士接下来的进化。面对这种状态下的女士，敌人毫无办法，只能通过不断的元素反应来消耗掉冰盾。当然，敌人也可以利用火蝴蝶来强化自己的下一次攻击，来快速打碎冰盾。利用这种办法来打碎冰盾，将会需要共计5只火蝴蝶。而当敌人火急火燎地打碎冰盾之后，才会发觉自己早已落入了女士所布下的陷阱。女士破茧而出，并会吸收周围所有的火蝴蝶，长出巨大的蝴蝶翅膀，变成赤焰魔女。该状态下的女士将会使用火元素攻击，并会不断地向四周散发出热气，敌人会被不断地灼烧，进入炽热状态。若炎热值积累到一定程度，敌人也同样会持续地掉落生命值。当然，出于女士的怜悯，场地四周同样会生成4朵双之花，来留给敌人一点点喘息的空间。该状态下女士的攻击会随敌人与自己的距离远近而发生改变。女士的普通攻击会利用鞭子来对周遭的敌人进行打击，所占方位的不同，鞭子的攻击方式也会有所变化。敌人距离女士较近，女士会横着落下鞭子；敌人距离女士较远，鞭子则会竖着落下。当然，招式的变化远不止这2种。特殊情况下，女士还会利用鞭子进行大范围打击，
例如画出2道流径极远的弧线，亦或者是将鞭子变成3根，像巴掌般向敌人拍去，然后再将嵌入地里的鞭子连根拔起，造成2次伤害。该次攻击也会改变地形，走在上面的敌人会受到持续的烧伤，并加速炽热值的积累。该地形同样会随时间逐渐恢复原样。敌人也可利用双之花来快速复原部分地形。当敌人距离女士较远时，女士会召唤出一只巨大的火蝴蝶来进行远距离的攻击。当然，有时候女士自己也会移动到敌人的脸上来缩短距离。只不过女士所行进路径的地形都会发生改变，所以若不是必要的话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和女士交手吧。女士的元素战技同样分为近战与远程2种。当敌人距离自身较近时，女士会发射出近距离的小型火焰弹来进行大范围打击。接着，根据敌人所逃窜的方位，女士会发射一颗巨大的火焰螺旋丸。螺旋丸在行进一段距离后就会停下，并会在场上停留几秒钟的时间。若是敌人距离女士较远，女士则会向远处发射大型火焰弹进行大范围打击。接着，同样会根据距离逃窜的方位发射一颗巨大的火焰螺旋丸。当然，以上的招式均能改变地形。当能量积攒满之后，女士便可使用她的元素爆发。女士会化作一道巨型火龙卷，在场地上四处游动，并会不断地向周围发射出小火龙卷。大火龙卷所经之处的地形会发生改变，而在该状态下的女士是无敌的。当大招持续效果时间结束时，女士便会回到场地中央，并向全场散发出一股热气。这股热气会使敌人的炎热值迅速攀升。这招在女士进入残血状态时也同样会触发。得益于固有天赋6，若是女士在此之前没有释放过元素爆发，那么残血状态的女士便会强制释放该大招。强大的女士不畏惧任何敌人，擅长攻于心计的她会把敌人一步步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只是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，什么谋略也不会奏效。曾经前往须弥求学，燃烧自己清剿魔物的少女，变成了如今这般傲慢偏执的执行官。其中500年的磨损是怎样痛苦，身为凡人的我们不得而知。圣遗物之所以叫遗物，是因为拥有者的离世。显然，那个炎之魔女早就死在了500年前。愚人众给她带来的比起新生，更像是诅咒。她早就在某一天跟自己的过去做了了断。也从来不需要什么救赎，更无比清楚自己的选择。这次御前决斗是他第2次和自己告别了。如果你心有怜悯，就当作现在的女士也只是魔女燃烧殆尽后的灰烬，是你给了她安眠吧。